由于系统的疏忽，孟青青直接穿回自己难产死亡下葬后。陛下应该早点选秀扩充后宫，绵延子嗣，以免有个什么不测。简直就是在诅咒朕英年早逝。皇上，冷宫那边传来消息，废后孟氏难产，一尸两命。放你的狗屁！孟氏身体一向康健，之前请平安脉的太医也说过，她一切都好，为何会一尸两命？太医如此没用，保一个都不行。据太医所说，孟氏可能是孕期服用太多大补之物，胎儿过大导致难产。太医原本是想派人来禀告宁保大还是保小，但孟氏担心宁保小不保大，硬是要太医开髓产药正常生产，结果就耗死了自己。那女人之前算计我，对我下药才有了身孕，虽然让人厌恶，但是人死如灯灭，也应该一笔勾销了。传朕旨意，废后孟氏葬入皇陵，丧事一切从简吧。这孟氏已经不是后妃，那要葬在皇陵哪儿？废后也是后，你说葬在皇陵哪儿？奴才遵旨。怎么回事？138，不是说好了，我做完实施任务就带我回来原本的世界吗？我现在在哪里？宿主稍等，138立刻为您查看情况。宿主，我们穿回来的时期不太对，现在是您这具身体刚难产，下葬的时候，皇陵已经关上了。回到我被下葬的时候了？那你让我穿回来干嘛？让我在棺材里等死？穿之前不知道看准时期，当初说好了的，穿回到我没嫁人的时候。抱歉，是138的疏忽，只是之前您做的任务只够这一次穿越的能量，已经不能再穿越了，时期改变不了，138只能让您离开皇陵，保住您的性命。先让我出来。正在掀起您的棺材板。肚子好痛，孩子还在我肚子里。138，给我准备剖腹产用的工具，立刻，马上。好的。男孩，女孩，这也太丑了。清理干净后，孟青青将3个孩子送到空间里的保温箱。哇，我一个冷宫废后，居然还有陪葬品，这陪葬品还不少啊！138，快给我收到空间里。这算盗墓吗？不对，怎么能说是盗呢？这本来就应该是我的啊！反正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，就不要和狗皇帝老公相爱相杀互相折磨了，干脆女扮男装开个医馆，逍遥自在自己过日子。多亏我前10是做任务学到不少东西，脸上胎记可以消除，再贴个人皮面具就好了。3个月后，白大夫，我一个妻子8个小妾，我日日夜夜都在努力啊，都没怀上孩子，您让我妻妾怀上了，真是感谢您啊！我可是杨家3代单传，要不是您，我杨家就断了后了啊！哎，杨公子，你这话可别乱说啊！听闻白大夫是个神医，果真名不虚传啊！臣斗胆进谏，自从皇后娘娘去世，后宫凋零，皇上也应该考虑选秀仪式充盈后宫了，为皇家开枝散叶乃皇上的责任。这要是错过了年纪，恐怕有心无力。哦，朕今年才刚满20，居然就已经不年轻了吗？各位大臣如此操心社稷和后宫之事，朕心甚慰。只是20都不算年轻了。那各位，朕觉得朝堂迭代也很重要，有选秀那功夫，不如先选好接任之人，等各位颐养天年之际，朝堂也不至于没人用，是吧？不是有臣子为皇上解忧，可后宫之事除了靠皇上自己，谁还能替皇上分忧？闭嘴，都退下，这些事以后再议。玄武，最近有什么情报？少爷，催您选秀的那个老东西，自己一把年纪了还不消停，听说又娶了一房小妾，年纪跟他嫡女差不多大。还有我刚才听醉月楼的小二说，威武镖局的大小姐人也很彪悍，把他爹的小妾给……这种事就不用汇报了。有家医馆最近特别有名，叫平安医馆，说是里面那位白大夫虽然年轻，却是个神医，据说尤其擅长一些疑难杂症。是吗？这白大夫有多厉害？具体说说看。妇人难产，他剖腹接生，最后母子平安。玄武把听说来的事迹都讲了一遍，最后眼神到处乱飞，迅速补上了他今日最想说的一句话：男人不举，白大夫也是可以治疗的。滚！反正都出宫了，不如在京城转悠转悠再回去。玄武说的是这间医馆。白大夫，谢谢您，慢走啊。怎么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像是之前在哪里见过似的。什么情况？幸好脸上还有一层人皮面具，这尊大佛怎么突然出现了？狗男人不好好在皇宫里待着，在街上乱晃做什么？好死不死还晃到我的医馆里来了。狗男人这是来逮我回去的。孟青青穿到自己被下葬那天，在皇陵独自剖腹产，生下2男1女后，女扮男装改名为白子玉，开了医馆。皇帝却微服私访来到此处。他发什么呆呢？白大夫。哦，喊我白大夫，看来并没有认出自己，只是把我当成了普通的大夫。你的脉象很健康，请问你是觉得哪里不舒服？不会是在玩什么花样吧？皇宫里那么多御医，他不舒服找谁看不是看？有必要跑来外面找大夫吗？倒是没有不舒服，只是1年前曾经受过伤，
不举。难不成楚南风也是听到了杨公子的宣传，所以特意来找我治不举的？可他脉象那么正常，根本看不出来他不举。跟我去里面的屋子进一步检查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进一步检查不得脱裤子？对，你继续脱吧。都怪这狗男人突然见到他，搞得我也有点失了分寸，频频在他面前犯些低级错误。他可精明了，千万不能让他察觉到什么不对劲，绝不可再表现的失常了。我不举这毛病，不可能贸然让御医知晓。遇上会治不举的大夫，还是想要一试。举不举是我的自由，但被迫不举又是另一回事了。大夫，脱好了。你这……闭好你的嘴，不该说的话一个字也别往外蹦。你放心，这是病人的隐私。好家伙，200两，不错不错，不愧是一国之君，真是太大气了。我就随随便便检查了一下而已。不对，这不应该算诊金，应该是封口费吧？狗男人啊，狗男人，算起来都已经20岁了，没想到还是个傻子。什么不举？刚才分明举得好好的。原来他有龙阳之好，不举只是因为没搞清楚自己的性取向而已。说起来也还是挺可怜。皇上，御膳房送了点心、茶水过来，都给朕滚出去！皇上息怒。白大夫才刚上手，甚至检查都还没来得及进行，我就虎虎生威了。难道是我对着女人没有感觉？难道我有断袖之癖？废后孟青青曾对我下药，不久后她怀孕了，也就是说，在被下药的情况下，我还是可以对着女人有反应的。药是有害的，不能再亲身实践一次。对着白大夫有一次反应，万一是凑巧呢？我得验证一下。楚南风发出暗号，这最佳的验证人选便是他的4大死忠：青龙、白虎、玄武、朱雀。主子都来了。朱雀，主子有何吩咐？你先出去。是主子。莫非这一次的任务要背着我进行吗？若真是要背着我进行，直接不照我来便是，何必多此一举？说不定我是单独的任务，跟青龙他们不是一路。主子，今晚太过反常，我得听听。主子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青龙的声音，里面究竟是发生了什么？主子，我卖艺不卖身，您放过我吧。主子，我真的没有龙阳之好。主子居然有断袖之癖，而且还看上了青龙，我刚才就应该在里面赖着不走，如此精彩的一幕我居然错过了。主子，不会吧？难不成主子也看上白虎？主子，若是您真的喜欢男人，我愿意牺牲自己。这个死白虎，就算忠心，也不至于忠心到要献身的地步吧？不行，要是白虎真的跟主子好了，我怎么办？主子，咱不能拿这个闹着玩，不行，真不行，求主子放过我，我不要啊！您还是找白虎吧，他可以，他说他可以。不管了，就算主子要我死，我死之前也必须冲进去，把白虎给揍一顿拖出来。滚！怎么回事啊，白虎，你没什么吧？主子他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衣裳这不是穿的好好的吗？刚才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主子他真的好难疯，千真万确，可怕，真的太可怕了。但是主子说自己好难疯，却没有看上我们。怎么？你现在是很遗憾的意思？那倒不是，只是这就不能坐实主子的确好难疯，或许只是个误会。毕竟主子从头到尾说的都是可能试一试这样不确定的话，所以真相如何还未知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其实主子刚才更像是下不了嘴的样子。那不就是没看上你们吗？不，你们想想看，主子今晚专门召集我们所有人出现，说不定就是在试探他自己。他想通过我们来确认自己究竟是喜欢男人还是女人，所以他想通过我们来确认自己究竟是喜欢男人还是女人，所以不会吧？我就是个看戏的。朱雀，进来。朱雀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争取一把拿下主子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女主人了。是啊，朱雀，凭你这花容月貌之姿，我们主子一生的幸福就交给你了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凭什么就要交给我？那我一生的幸福交给谁？白虎，你快说话啊！如果你不赞同，我就冒死拒绝主子，我就不进去了。要是主子也看不上你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对主子用强的，这样至少能先给主子留个后代。兄弟，不愧是你。去死吧你！关门。你们听见什么动静了没？我什么都听不到。到底是成了还是没成？里面进行到哪一步了啊？不该让朱雀就这样两手空空毫无准备的进去，起码得给他备一份春药才是啊。马后炮，你刚才怎么不说？你刚才不也没说？行了，你俩哪个正经人随身带春药，
这根本来不及。你也给我滚出去！你进去后是怎么个情况？我进去后，主子跟我说了跟你们说的差不多的话，然后便打算亲我。然后呢？成功亲上了吗？明显没亲上，要亲上了还能让朱雀滚出来。对，能看出主子是真心想尝试，但他好像对着我下不了嘴，仿佛我是什么脏东西一样，靠近我都很难受。我觉得不对劲，主子现在这个情况好像不只是不举那么简单了。实战过了，确实是不举，但那个白大夫奇了怪了，我到底为什么会对那小大夫起反应？说不定一切都只是一个巧合而已。没错，肯定是巧合，大不了再去一次平安医馆找那个白大夫给瞧瞧，不就能证实了吗？什么意思？这是盯上我了？我可不能露怯，戏还得接着演下去，必须演下去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上次之后，我回去又试验了2次，无论对方是男是女都不行，还是不举。该不会是在骗我吧？分明上一次他就举了，还举得相当迅速，我检查都还没来得及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不举。但他有必要这样撒谎欺骗我吗？我披着男人的皮，那里却是个女人，算我是人妖好像也没什么问题。狗男人果真是个变态，他就是对着人妖行。白大夫，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是在思考你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，不如再进去检查一回。好。不是，我还没检查呢，真的不是在耍我吗？这叫不举，这叫没有反应，这叫男女都不行。你确定你其他时候都不举？我确定，没有人会拿这种事乱说。难道有种毛病叫选择性不举？胳膊伸出来抽血，自己摁住。你去外面等着，我检查完就出来告诉你。我不能看吗？不能。138送进检测机器检测。好的。这医馆里还有婴孩。三宝不知道为什么哭了，然后大宝跟二宝就跟着他一起哭。再这么哭下去，把嗓子哭坏了，爹爹我可是会很心疼的。乖哦乖哦，不哭，我们不哭了。什么？这3个小孩都是白大夫的孩子，所以白大夫已经成家了，并且还是3个孩子的爹。我不光好男风，还看上3个孩子的爹，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？好了，不哭了。张婆子，你先把他们带到后面去，我这边还有病人。好。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结果就是你的身体非常健康，没有任何毛病。那为什么我会不举？这我也回答不了。难道我是喜欢白大夫这样的有妇之夫，孩子他爹？白大夫替我诊治之事，还请白大夫保密。放心，病人的情况属于隐私，我绝对不会到处乱说。如此便好。好家伙，不愧是一国之君啊，这出手就是非同寻常。像他这样的土豪，若是多来几个，医馆的生意还用发愁吗？彩香阁，客官，瞧着您有点面生，是第一次来咱们彩香阁吧？客官里边请，咱们这儿可有意思了，保管您玩得高高兴兴的。我要小管。楚南风为了确认自己究竟是喜欢男人还是女人，来到了彩香阁。片刻后，小管也好，个中人也好，全都尝试过了，感觉有个鬼的感觉。我怕是失心疯了，才会想出来青楼楚馆试一试这么愚蠢的法子。回到宫中，什么都没试出来，还惹了一身骚，倒是真的。荒唐，着实是荒唐。难道是那平安医馆的白大夫身上有什么过人之处吗？既然我没发现，就不该有感觉才是。好端端的，我为什么就是会对着一个有仨孩子的男人有反应呢？几个月后，这几个月来，主子出宫都会来一趟平安医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主子对那个白大夫特别关注？难道主子不是好男风，他是好白大夫风？138，最近瘟疫已经蔓延到京城了，我会很忙，你幻化为人形吧，有很多事还需要你帮忙。我只要陪着宿主过完这辈子，就可以光荣退休啦。如今我都是混成临退休的老人了，没想到如今还要跟着宿主出去吃打工的苦。难道你不想吃火锅了吗？吃，所以以后我也得跟你那几个仆人相处咯。我也给你安排一个房间，现在开始你就叫依依吧。主子，各大医馆已经写下了对瘟疫的想法，其中平安医馆的白大夫想法最特殊，请主子查看。口罩、消毒、喷雾等防护用品的使用方法，遏制瘟疫需要事先做出哪些准备？资源及人力的分配。好，实在是好。这个白子玉是个人才，要是将他招进皇宫来任职太医，或许能够发挥更大的用处。主子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再用那种眼神看朕，信不信给你眼珠子挖了？哇，好凶的主子，好心虚的主子啊！说的可冠冕堂皇了。什么招进宫来当太医，当我看不出来呢？
主子根本就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主子，您看错了，我眼神很正常啊，非常正常，太正常了。您慢慢读信，我还有别的事要做，要去盯着医馆那边搬运物资，先走了。待到瘟疫病人被清零，皇上赏赐白子玉亲书平安医馆牌匾1枚，白银1万两。为了跟系统兑换疫苗和防疫物资，我可是花了1万积分呢。虽然1万两不能和我的1万积分相提并论，但对于这个世界而言，如此赏赐确实足够了。主子，太后因为您一直不选秀，猜测您是对废后余情未了，便让人画了先皇后的画像，一副有胎记的，一副没有胎记的，吩咐人暗中去找跟先皇后相似的姑娘。废后，她下葬快1年了，我竟从没想起过她。当年争夺皇位时，为了获取丞相的支持，迫不得已才娶了她女儿孟青青。我还得出宫一趟，看看这个白大夫有什么奇特之处。又到洗澡的日子了，仆人们都去排队洗澡了，你也去吧，免得被大家发现问题。好的。医馆没开门，不行，我可不想白跑一趟。大宝、二宝、三宝，睡吧睡吧。看不透，看不透，没发现什么特殊的。青龙查到白大夫是私生子，但查不到成亲的信息，也不知道户籍处的人是怎么办事的。等等，白大夫为什么一直在摸脖子？人皮面具，白子玉是女人。宿主，楚南风来了，此刻就在你的屋顶上。我刚才玩水太尽兴了，没注意到。坏了，不会认出我吧？可他之前认识的我是有胎记的，应该不会想到我是孟青青。还好还好，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可他现在知道我是女人了，会不会突然发疯，给我治一个欺君之罪？什么人啊？堂堂皇帝居然当梁上君子，真是服了。原来我真的不是浩南风，白子玉是女人，对我来说是好事。我一个皇帝要把一个男人弄进宫里，始终比弄一个女人进宫困难得多。那些老东西们还有母后，不是都催着我赶紧选秀吗？要是能把白子玉弄进宫里，是不是就能堵住悠悠众口了？只是白子玉为什么装男人？也许是她一个女人带着仨孩子不容易，所以才伪装成男人。看来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人世了。1个月后，白大夫，我不是浩南风，我只是浩白大夫而已。什么意思？失心疯了吗？别以为自己是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言语调戏，做个人吧。我对着别的人都不行，但我对白大夫就行，而且不止1次，是2次。白大夫应该没有忘记吧？爹，刚好三宝来了，我都是有孩子的人了。楚南风看到这个场景，该放弃了吧？这个人好看。白大夫，你女儿多大了？刚满周岁。还好，还非常小，正好符合我想要代替她亲爹的想法。要是孩子大了，有记忆了，反倒不好当这个便宜爹。白大夫，我可以抱抱他吗？反正我这有病人，他一个皇帝，总不至于是拐子，在我眼前把孩子给偷了，给人抱抱应该问题不大。怎么说也是他亲闺女，也算是给他这个当爹的一点小小福利。拿去吧你。可爱，可爱。不对，我脑子怎么傻了？一心想着白子玉跟别的男人的孩子。要是我能把白子玉弄进宫，到时候自己跟他再生个孩子，那是不是会更可爱？楚南风暗味，主子想到什么了？他表情怎么有点儿看不透？一来到医馆的主子，我就看不透了。皇上始终想不明白自己为何看上一个3个孩子的爹，于是偷窥发现白子玉是个女人。对了，孩子叫什么名字？小孩子不容易养活，还没正式取名，平时就叫他三宝。摸摸，太乖了，我高低也得整个这么可爱的亲闺女出来，肯定比白大夫丑前夫的孩子更可爱。妹，少爷，大宝二宝都吵着要妹妹，我就领过来了。这俩小东西怎么回事？怎么有种特别眼熟的感觉？女儿像她的母亲，这俩小家伙可能是像他们那个死了的丑爹吧。回到宫中，三宝香香软软一个，如果我能自己有个乖巧可爱的女儿多好。可我怎么说也是一国之君，总得有个儿子来继承皇位才行，要不然以后谁来保护我闺女？所以还是得有个儿子。但这白子玉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？白子玉啊白子玉，你究竟要朕怎么做？几天后，青龙跟着楚南风走到医馆。咦，奇怪，你在说什么？竟然跟着我走进来了，要是说话不中听，我就扣你的钱。主子，难道你没有觉得白大夫的2个儿子，您不觉得长得跟您很像吗？就像是缩小版的您。像我？
白子玉的孩子怎么会像我？仔细想想，白子玉摘掉人皮面具的样子，那幅画卷……哎，主子，咱们就这么走了吗？我看白大夫也不忙，怎么不跟人说说话？回到宫中，白子玉，孟青青。可我和他交谈时，他声音偏中性，无法辨别男女。对了，既然他有人皮面具，想必也有改变声音的办法。楚南风发出暗号，将白虎召进了宫。主子，这次是什么任务？白虎，你去一趟皇陵那边，快马加鞭，看看废后的棺木和尸体还在不在。这件事得你亲自去做，亲眼确认，一定要看清楚了。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白虎很快查探完毕。主子，如您所料，皇陵那边确实被人动了手脚。从外围看，皇陵没有任何异常，但是在进入时，我发现入口处已被破坏，里面被封住的石门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打开的，没有破坏迹象，但确实是打开了。尤其是棺木，我查看过，属于废后的棺木中并没有尸体存在。还有什么异常？还有，废后那些陪葬品全都不见了。这么大的动静，没人发现？外面完全看不出来。主子，没事了，你先回。是。之前查过白子玉户籍，说他是丞相妻子哥哥的私生子，也就是孟青青舅舅的私生子。难道白子玉的身份就是他娘给他做的假身份？孟青青竟然如此胆大，假死出宫伪造身份，将我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到头来被我骂了那么多遍的丑前夫，竟然是我自己。既然我睡不着，那始作俑者孟青青也别想睡。你的前夫来了。什么？楚南风来了，他现在正在靠近，估计很快就在你屋顶了。估计和之前一样，在屋顶看看就走了。谁这个时候敲门？谁啊？说话！来人啊！孟青青。什么？你刚才喊我什么？依依，我身份暴露了吗？怎么可能？之前一点苗头都没有，现在就被发现了。你赶紧帮我查一下。查到是没问题，但什么事？你赶紧的。简单来说，查清楚他目前了解的情况，需要积分。扣分去吧，赶紧查。我那所剩不多的积分啊。不妙哦，宿主，楚南风是真的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他还派人去了皇陵那边。宿主，自求多福吧你，我会帮你祈祷的。孟青青，再装下去没有必要了，说不定还会激怒楚南风，不是明智之举。行吧，不装了，承认了。你干什么？这是要诛我九族了吗？丞相府的人我倒不在乎，可我在乎我娘。孟青青，你究竟是怎么假死离开皇宫的，还带着我的孩子？你可知道这是要被杀头的重罪？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这件事中间有误会。说，其实我当时真的昏迷了，具体怎么出宫的我也不太清楚，毕竟我都昏迷了，你说是吧？等到我一睁眼的时候，人已经在皇陵里了，我人还活着，总不能被活活闷死在棺木里，所以我就想办法逃了出来。行，既然你已经逃出来了，又大着肚子，为什么不回宫？不回宫还能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宫里有人要害我，想我死。我好不容易保全了这条命，难道还傻乎乎的送回去吗？你想想看，当时那种状况，就算我真的回去了，难道不是给想害我的人再递一把刀？我当初在冷宫被人害死，才遇到了138，经历了10事才穿回来。要是没有系统，也就没有现在的我了。宫里有人想害你？对，就是有人想害我。其实，包括从最开始，你觉得我给你下春药那件事，我也是被人污蔑的。什么？我那时候在冷宫里，连个可用之人都没有。计划假死出宫这么大件事，你觉得凭我一己之力能办成吗？你说的这些事，我会让人去一一核查。放心，我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还有一件事得说清楚，你必须回宫，3个孩子也不能一直待在外面。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也拧不过楚南风。大宝他们是皇嗣，他们从出生时就背负了这个身份，不会因为任何理由而改变。我和孩子能逃走，可我娘和娘的亲人怎么办？所有人都愿意为了我而过上逃亡不能见光的日子吗？知道了，你说的话可要算数，把人盯紧了，我倒是没什么，但要是敢欺负大宝他们，你担心的那些事都不必再担心，我既已知晓，断不会坐视不理。我跟你保证，不可能还有人敢在背后兴风作浪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不要指望着还能逃跑，如今安安分分的待在宫里，就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别忘记了，你假死出宫这件事，可是欺君的死罪。回宫可以，但我也有我的条件。你觉得你用什么跟我谈？孩子是我10月怀胎生的，我不能谈。行，说。回宫之后，孩子们还是要跟我一起住在冷宫里，而你不准在冷宫留宿。好，你当我稀罕呢？我好歹也是皇上，想要什么男人女人没有，用得着对他孟青青这样吗？
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那行吧，现在大晚上的，皇上还是请回，我这小庙装不下您这尊大佛。宿主，我也要去吗？在宫里，就是在龙潭虎穴中，138还是可以再利用一下子的。宫里有很多御厨，他们的手艺那叫一个出神入化，有很多你不仅没吃过，甚至都想不到的美食。宿主，我肯定是跟着你啊。行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。张德顺，先前废后住的冷宫，你亲自带人过去收拾收拾。这是要把谁弄进冷宫去？皇上，您的意思是？收拾好之后，有人会搬进去住。你用心些，该添置的东西，该添的人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奴才明白，这就带着人去不止。主子，奴才查好了，当年下药之事，确实是您的表妹周灵儿所为。她在偏殿等着见您，把药下在茶水里，然后她闹肚子就去茅房了。接着楚南风喝了茶水，没想到皇后突然来了，但药性发作的他已经无法控制。哼，周灵儿她有几条命，竟敢干这种事？那难产和假死是怎么回事？当年傅太医明知皇后怀的是个3胞胎，却称皇后在怀孕期间吃的太多，补得太好，以至于胎儿较大，才造成了难产。将皇后伪装成难产死亡一事，也是周灵儿和傅太医安排的。主子，这是非同小可，已经涉及到了谋害皇嗣，从重处理。要不是孟青青福大命大，她和我的3个孩子都凉透了。将周灵儿和傅太医斩首示众后，皇上亲自来接孟青青回冷宫。冷宫里参见皇后娘娘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某天晚上，不能在皇后那留宿，我为什么非得上赶着来受这份罪？谁叫我偏偏对孟青青动了心？青青，你就这么不愿意跟我一起睡觉吗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一点小毒而已，无伤大雅。什么毒？让你不举的毒。真是渣了没错，但青青好像没说让我走，这意思就是我今天能留下来过夜了。真的有不举的毒吗？万一没有，我就狠狠赚了。这药一次能管上半个月呢，半个月后我再给你来一针。来，3宝，爹爹抱。爹爹在哪？大宝、2宝、3宝，你们以后不能喊爹爹了，得喊娘亲才是。爹爹，喊娘亲。娘亲。白虎，这时候应该早醒了吧？怎么叫人也没反应？不对，肯定是我推门的姿势不对，重来一次。12年后，楚南风将皇位传给了大宝。楚南风、孟青青2人一起去游山玩水。爹爹真的把娘亲偷走了？不是，按照娘亲的话，这叫做度蜜月，虽然有一点点迟哦。